拜登中东吃瘪，悻悻离去之后，普京随后杀到。中东这场大国对抗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双方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带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陆忠诚，欢迎来到忠诚 Talk。最近在美国总统拜登中东吃瘪，悻悻离去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杀到了中东。普京与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就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举行了峰会。普京前去伊朗向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要保护伊朗。那么中东这场大国对抗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在美俄对抗中普京始终压了拜登一头。我们先看看美国一手操弄的俄乌冲突，拜登被普京拿捏得十分精准。虽然美国带着西方盟友一起为乌克兰输送了大量武器装备，但是西方军队从来不敢名正言顺地开进乌克兰，就算是有，也只是偷偷摸摸，完全失去了往日美国大国威风的样子。拜登不敢让美军开进乌克兰，完全不敢干一场。军事上不敢与俄罗斯对抗，经济制裁上呢，美国可够胆大。然而，这能说明美国赢了吗？完全不能。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全面的经济制裁之后其实美国还在带头买俄罗斯石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只是在演戏，演给盟友们看，而真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面前美国还是想跟俄罗斯做生意的。所以在这一点上，美国又输了。现在俄罗斯在军事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行动，新的行动剑指基辅。乌克兰已经岌岌可危，在第一次攻击基辅的时候，俄军吃了亏，并没有按计划拿下目标，不得已退到了乌东地区。但是在消灭了乌克兰军队在乌东的主力之后现在俄军已经毫无顾忌了，新的行动可能将剑指整个乌克兰。美国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行动，却无法阻止。我们再来看美俄激烈对抗的中东地区，美国更不用说了，根本不占优势。美国原本想拉着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一起组建一个中东版的北约，没成想这事情还没有开始做，沙特就亮明了态度，不会增产石油，更不会与俄罗斯和中国为敌。可能是为了平复拜登的心情吧，沙特准备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但这与中东版北约的大战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所以说拜登的中东之行也是失败的。但是普京就不一样了，他与伊朗高层和土耳其总统举行了峰会，大家愿意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普京从一开始就赢了，原因很简单，普京让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东都能获得好处，而拜登呢，只是为了美国的小算盘而已。双方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结果就是不一样的。拜登在中东不受欢迎，而普京的到来让伊朗感觉安全，让土耳其感觉有希望，所以他们都愿意与普京合作。综上所述俄罗斯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无论是在俄乌冲突中，还是在中东之行中，都大获全胜。中东这一局，普京又赢了。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交流，我们下期再见。